但看看现在，那些歐洲的老字號大廠居然已經淪落到要靠打點滴來續命了。這幾家企業甚至到了2026年，今年都快要撐不下去了。你還記得 SAB 紳寶、Rover、路華還有Lancia、蘭吉亞嗎？這些當年風光一時的指標性品牌，如今都已經變成汽車歷史課本上的眼淚了。但你敢信嗎？現在有幾家活在當下的歐洲汽車巨頭，竟然也正在直直地往墳墓開過去。今天我們就來好好盤點一下，那些目前正在生死邊緣垂死掙扎的歐洲汽車品牌，他們到底有沒有機會絕地大反攻，成功翻盤，還是會就此絕跡，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裡？我們一支一支拉出來看。Lancia 蘭吉亞好幾年來基本上就是個僵屍品牌，名存實亡，手上居然只靠一台早就過時的老古董車型在硬撐。在2024年 ，Lancia 在全歐洲竟然只賣了51500台車，衰退幅度高達23%。但精彩的来了 ，Lancia 现在正在密謀一場絕地大復活，這場豪賭要麼死得很難看，要麼成為品牌的救命稻草。他們在2024年推出了全新大改款的 Ypsilon， 而且開始重新進軍歐洲各大市場，像是比利時、荷蘭、西班牙還有法國，聽起來很有搞頭，對吧？但問題來了，這台全新的 Ypsilon 骨子裡其實就是一台換了殼、重新拉皮的 Peugeot 保時208，然後貼上一個高不可攀的頂級旗艦盤子架。Lancia 想要把自己包裝成充滿意大利浪漫風情的奢華精品，但在技術上，他們賣的根本就跟 Opel、歐寶還有 Peugeot 是同一台車，只是賣的更貴。你試想一下，當你心裡明明知道隔壁台一模一樣的 Peugeot 208只要賣66萬台幣，19000歐元的時候，你卻要平白無故掏出87萬台幣25000歐元去買一台 Lancia Ypsilon， 這就是 Lancia 最尷尬的致命痛點。這個品牌現在已經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迎來它最後一次機會。到底消費者會不會為了所謂的意大利情懷去買單這種高級溢價，還是 Lancia 會就此壽終正寢，徹底涼掉？目前汽車產業的專家普遍認為，這台車頂多只有2年的觀察期。如果這次大改款重新出發再玩不起來，這個品牌就真的要跟世界說再見了。第一次本來的偉大抱負是想成為法國的 BMW， 但結果呢，它卻變成了汽車歷史上代價最昂貴的超級大笑話之一。在2024年 ，DS 在全歐洲竟然只賣了區89000台車，跟2022年相比，銷量直接雪崩式暴跌了31%，慘不忍睹。在汽車大國德國，整年也才僅2847台 DS 掛牌上路，這數字有多誇張？特斯拉隨便一天的平均銷量都比它一整年還多。DS 最根本的致命傷就在於它完全沒有 Mercedes-Benz 賓士或 BMW 那種累積了上百年的歷史光環。所謂的法式奢華，你拿去賣名牌包、賣高級香水可能很有用，但如果是買車，當消費者手握150萬元台幣45000歐元這種預算的時候，他們閉着眼睛也絕對是去選德國。原裝的雙臂正宗血統，你想想看嘛，既然花同樣的錢就能簽一台正牌的 BMW X3， 你到底有什麼理由去買一台 DS7？ 更慘的是 DS 還深受 Stellantis 集團那種惡名昭彰的品牌價值稀釋效應所害，說白了就是毫無節制的瘋狂玩同平台換殼。一台高貴的 DS4 在技術和骨子裡其實跟平價的 Peugeot 保時308或者是 Opel 歐寶 Astra 幾乎完全是一模一樣。現在的消費者可不是笨蛋，大家心裡都會犯嘀咕，我多掏這幾十萬的溢價到底是買到了什麼？因此業界的分析師普遍認為，一旦 Stellantis 集團未來撐不住，必須開始精簡旗下品牌的時候， DS 絕對是第一個被推上去宰的犧牲品。頂着這種微米級的悲慘銷量，加上嚴重缺乏品牌本質與核心信仰， DS 變成歷史名詞的日子恐怕真的不遠了。Smart 當年可是都市微型移動的終極代名詞，車身小巧玲瓏，價格親民好入手，根本就是為了在擁擠市區裡穿梭而生的精靈。結果你看看今天，它居然搖身一變成了一台在中國制造，全身上下滿滿對岸血統，而且一台要價超過130萬元新台幣400,000歐元的緊湊型跨界休旅車，這絕對不是在跟你開玩笑。在2024年 ，Smart 在全歐洲竟然僅賣出了18500台車，跟2019年相比，銷量直接雪崩式暴跌了67%，簡直是災難性的慘劇。面對 Smart 這無底洞般的持續虧損，母公司 Mercedes-Benz 賓士這下真的崩潰了，索性直接把品牌50%的股權賣給了中國的吉利汽車集團。而這次驚天聯姻交出來的成績單，就是目前的 Smart 1和 Smart 3。平心而論，這兩台車的架構在技術上是扎實的，但它們也就是大街上隨處可見、毫無辨識度的制服休旅車，而且全
全都是。在中國生產的跟當年那個留着純正德系微型血統的 Smart 靈魂已經完全沒有半毛錢關係了。這種策略上的低級失誤，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Smart 親手閹割了自己最無可取代的核心賣點，也就是身為地表上最小汽車，在路邊甚至可以大喇喇橫着停進去的絕对優勢。他們放棄了這塊藍海，反而一頭栽進競爭最慘烈的紅海死鬥裡，硬要去跟 Tesla Model Y 還有 BYD 比亞迪 Atto3 這種神獸貼肉搏殺。結果呢，一票死忠的老粉絲覺得自己被徹底背叛了，而新來的消費者更是一头霧水，完全看不懂這牌子在玩哪出。既然市場上多的是德國本土研发原汁原味的同级選擇，那我到底為什麼要花大錢去買一台中國吉利換殼的 Smart？ 頂着這場嚴重的品牌身份認同危機，加上全身揮之不去的中國製造標籤，再這樣下去， Smart 恐怕很快就會徹底淪為大家茶餘飯後用來懷念過去的美好集體回憶了。歐寶在2023年雖然在全球拿下了15%的成長，但這個漂亮的數字卻掩蓋了一個最根本的致命傷，這個品牌已經徹底失去了它的靈魂。到了2024年， Opel 的全球銷量直接雪崩式大跌了26%，只剩下98萬7千台，甚至在它的老家德國，一整年也才僅賣出10萬4千台車，市占率萎縮到只剩下慘不忍睹的3.5%，這個致命問題在汽車界就叫做 badge engineering，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貼牌換殼車。自從2017年被 Stellantis 集團收購之後， Opel 開始毫無節制地跟 Peugeot 保時還有雪鐵龍共用底盤平台、引擎以及所有的科技配備。一台全新世代的 Opel Astra 在技術和骨子裡其實跟一台 Peugeot 308幾乎完全是一模一樣，而這帶來的結果就是原本引以為傲的德國工藝與工程美學被徹底換成了法式的成本效益。這時候消費者自然會問一個最合乎邏輯的問題，當我明明知道這兩台車骨子裡完全一樣的時候，我憑什麼要花將近63萬台幣去買一台 Opel Corsa？ 人家隔壁那台 Peugeot 208不僅長得更時髦更有設計感，而且只要58萬台幣就能搞定。這種在 Stellantis 集團內部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同質化自殘，正在系統性的摧毀 Opel 所有的產品賣點。雖然 Opel 目前在 Stellantis 集團的定位下，試圖把自己包裝成主打極簡純粹設計的 Detox 排毒減壓品牌，但如果在底盤和動力技術上沒辦法做出明顯的差異化，這個品牌在市場上就會變得極度脆弱不堪一擊。過去那種陪伴了無數老一輩德國家庭歷經好幾代人的情感連結與革命情感，到了今天基本上已經蕩然無存，徹底消失了。Alfa Romeo 愛快羅密歐打造出了地表上最漂亮的汽車，但今天我們必須來戳破這個殘酷的真相，這個品牌的靈魂正在被 Stellantis 集團那種走火入魔的成本效益至上給吞噬殆盡。在2024年 Alfa Romeo 在全歐洲竟然只賣了區9萬7千萬台車，銷量衰退了19%，甚至在德國整年也僅僅只有8200台 Alfa Romeo 掛牌上路。雖然在 Stellantis 集團入主後，車子的故障妥善率確實有變好，但那惡名昭彰的品質老毛病印象在消費者心中依然根深蒂固，很難扭轉。不過最嚴重的根本不是品質，而是品牌身份認同的徹底喪失。那台讓人神魂顛倒充滿極致情感的 Giulia 已經老了，卻遲遲等不到下一代接班人。而他们最新推出原本叫做 Milano 的小型跨界休旅 Junior， 骨子裡竟然又只是一台貼了愛快隊徽換殼改裝的 Jeep Avenger。過去那種讓人血脈奔張的法拉利、Ferrari 性能純血 DNA 正在被集團系統性的抹殺。Stellantis 甚至直接砍掉了最令人興奮的 Quadrifoglio 綠色幸運槽頂級性能版，只留下了一堆被閹割、修修補補的普通產品線。失去激情的 Alfa Romeo 就像是失去了速度的法拉利一樣，根本毫無意義。今天當消費者要在 Alfa Romeo Giulia 和 BMW 3系列呢之間做選擇時，高達95%的人最後絕對會選 BMW。這不是因為 BMW 外形比較好看，純粹是因為人家的妥善率更穩，二手中古殘值更高，更保值。如果不趕快進行大刀闊斧的路線修正，這個擁有100年輝煌賽車歷史的傳奇品牌，恐怕很快就只能搬進博物館裡供人緬懷了。在我們接下來要揭曉最後前3名品牌之前，別忘了順手幫我們點個讚，並且訂閱我們的頻道哦。雪鐵龍曾經是法國最具創意、最天馬行空的汽車品牌。他們以前擁有革命性的黑科技、大膽前衛的設計，以及堪稱傳奇的魔毯般舒適行路質感。結果看看今天，這個品牌卻淪落到只能在 Stellantis 集團的制式標準平台上生產一堆毫無辨識度、大同小異的制服車。
在2024年的全球销量直接重衰了18%，只剩下110萬台，甚至在德國整年也才僅賣出31000台車，銷量暴跌了28%。那些曾經讓引以為傲的頂級舒適感，現在早就煙消雲散了。當年名震天下的液壓氣動懸吊系統 Hydrop Pneumatic Suspension， 如今也只能淪為歷史名詞。不止舒適沒了，連最核心的創新靈魂也徹底蒸發。你試想一下，當你今天走進的展間，結果看到的車子不止長相，連開起來的操控感和路感都跟隔壁的 Peugeot 保時或 Opel 歐寶一模一樣。現在甚至連自己的第一線業務員都沒辦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理由來告訴你為什麼非得買一台不可。更慘的是，在電動車 EV 的轉型浪潮中，已經被徹底甩到看不見前車尾燈了。當特斯拉、BYD 比亞迪，甚至一票德國傳統燃油大廠都在市場上攻城略地的時候，卻只能拿出一些毫無亮點、讓人哈欠連连的無聊電動車。這個曾經打造出 DS21 2CV 經典鴨子車，還有 CX 這種足以顛覆革命全球汽車產業的傳奇品牌，到了今天居然墮落成一個毫無個性的面具化大眾量產機器。如果再不重新找回他們當初瘋狂充滿創意的核心靈魂，恐怕很快就會被時代徹底淘汰，淪為無足輕重的邊緣人。接下來我們要來聊聊汽車工業史上最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怪現象之一。菲亞特在全球明明還能賣出高達120萬台車，但在它的大本營歐洲，這個品牌卻正在面臨一場歷史級的慘烈大崩盤。在2024年，菲亞特在德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雪崩式暴跌。過去那些引以為傲的輝煌戰績，如今連底渣都不剩。他們的市占率正在亮起危險紅燈，瘋狂萎縮，因為消費者都在大舉變心，投奔到 Dacia 的懷抱，甚至連在自己的老家意大利，銷量也一路狂跌，最後只剩下区28萬7千台。菲亞特最大的問題就是得了一种对菲亞特500車系的病態依賴症。他們推出的純電版 Fiat 500e 因為價格實在太貴了，一台居然要賣超過100萬元新台幣，30000歐元，導致市場反應冷到極點，根本賣不動，逼得意大利 Mirafiori 米拉菲奧里的生產線在2024年還一度陷入被迫全面停工的窘境，這讓 Fiat 活生生丟掉了自己最核心的看家本領，也就是親民便宜的小車市場。這塊市場現在已經完全被 Dacia 還有像 MG 名爵這種帶着對岸血統的中國進口大軍給徹底瓜分。更慘的是，當整個歐洲消費者的胃口大變，瘋狂轉向買休旅車 SUV 的時候， Fiat 卻還死守着他那套早就過時的老舊掀背小車產品線不放。那台跨界休旅 500X 徹底淪為沒人要的票房毒藥，其他幾次嘗試想做休旅車的企圖也通通輸得一塌糊塗，雪上加霜的是，在各大權威機構的車輛妥善率與可靠度測試中， Fiat 始終非常穩定的被評為低於平均水準，這直接導致了一個荒謬的結果。 Fiat 在北歐市場基本上已經人間蒸發，形同隱形，但極度諷刺的是，它在遙遠的南美洲市場卻混得風生水起，大發利市。如果未來不能指望像他們承諾過即將推出的大改款平價純電神車新 Panda 來救火， Fiat 在歐洲恐怕很快就要變成歷史名詞了。所以你看，問題根本就不在單一品牌身上，而是整個 Stellantis 汽車帝国正在爆發一场系統性的毀滅性危機。光是在2024年上半年，整個集團的淨收入就重衰了 14%， 淨利潤更是雪崩式慘跌了驚人的 48%。整個場面一度失控到連當年的明星執行長 Carlos Tavares 都在2024年底被迫打包走人，引咎下台。但他的滾蛋並沒有結束這場混亂，相反的，在現在這個每一步決策都生死攸關的關鍵時刻，整個集團居然陷入了群龍無首的無政府狀態。投資人集體造反，經銷商看着滿車場塞不下的庫存車欲哭無淚，而過去那些為了省錢而瘋狂砍預算的精簡成本政策，更是一手摧毀了車子的品質。現在2026年，今年就是最終決戰的關鍵時刻了，因為歐盟最嚴格的全新歐盟法規 CO 車隊平均碳排目標已經全面強制上路。如果像 Fiat 500e 這類電動車依然賣不動，沒人要，集團將面臨高達數十億歐元的天文數字碳排罰款。與此同時，他們那種極度激進的同平台戰略正在把旗下所有品牌的靈魂當作免洗筷一樣瘋狂稀釋。一輛 Peugeot 308在底盤、引擎和電控技術上居然跟 Opel、Astra、Citroën、NC4 甚至連高級定位的 DS4 都幾乎完全一模一樣。相較於 Volkswagen、福斯、BMW 或者是 Mercedes-Benz、賓士依然保有清晰的品牌光環， Stellantis 旗下的所有車款
已經徹底融合成一鍋讓人毫無記憶點的換殼大雜燴，一邊是氣勢洶洶的中國電動車大軍全面進逼，一邊是自家的電動車策略一敗塗地，再加上內部管理的一团混亂。這3顆大炸彈直接合體，演變成了這場汽車產業的完美風暴。產業專家已經發出最後通牒 ，Stellantis 只剩下短短12到18個月的時間，可以大刀闊斧進行自我救贖了。如果這次改革失敗，到時候恐怕連 Peugeot 保時這種擁有100年基業的歐洲傳統頂梁柱，都得面臨跟那些扶不起來的邊緣兄弟品牌一樣被合併或收攤的悲慘命運。這家身為歐洲第2大的汽車巨頭，正迎來它建廠以來最大的一場生死考驗。其實，先前內部甚至傳出過 Stellantis 差點要跟某家中國汽車巨頭密謀合併的具體談判，但最終依然宣告破局。2位 Stellantis 的高階主管最近私下警告，集團如果在未來12到14個月內再拿不出破釜沉舟的改變，他們將徹底失去活下去的機會。從外人的角度冷眼旁觀，這場世紀大崩塌似乎已經無可避免。整個歐洲汽車工業正在經歷2戰以來最黑暗、最艱難的一場歷史浩劫。我們今天看到的絕對不只是幾個垂死品牌的倒數計時而已，這根本就是整個汽車產業未來的驚悚預告片。在我們今天盤點的這8個品牌中，很有可能好幾家連接下來的2年都撐不過去。這種 Stellantis 貼牌效應，利用同平台換殼去系統性稀釋品牌靈魂，再撞上中國車廠的狼性競爭，以及自己完全玩砸的電動車戰略，已經聯手制造出了一場超越單一企業、攸關整個歐洲工業存亡的存亡危機。但最關鍵，也是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來了，這對坐在熒幕前的你我，對廣大的消費者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如果這些100年傳統大廠一個接一個的在地球上消失，我們失去的絕對不只是幾台交通工具而已，我們同時也失去了人。累積了幾十年的頂級工程工藝、偉大的設計哲學以及無可取代的汽車文化認同。你試着想象一下那樣的世界，未來當你走到街上，地表上只剩下德國的豪華双 B 以及鋪天蓋地的中國廉價電動車，這真的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接下來的18個月将會是一翻2瞪眼的致命時刻。這些老牌車廠要麼成功找回自己的靈魂，做出讓人耳一新的差異化，要麼就只能悲情地淪為汽車歷史課本裡的一行錯字。但有一件事是100%肯定的，我們以前所熟知的那個歐洲汽車黄金時代已經永遠回不去了。看完今天的影片，你覺得呢？你認為這群老牌車廠裡最後有誰能奇蹟生還，活過這場大洗牌？更重要的是，我們真的需要為這些車廠的死活感到擔憂嗎？還是在這個風起雲湧、產業轉型的時代裡，這本來就是弱肉強食、大自然適者生存的必然規律？趕快把你的想法在下面留言區寫下來，我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激辯。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的深度產業大見解，別忘了隨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如果你想繼續探索更多有關汽車工業未來生存戰的秘辛，請直接點擊旁邊的下一支影片，裡面有更多精彩內容。接下來幾周，我們還會帶大家更暴力、更深的去挖掘這些車壇內幕。感謝你的收看，我們下一支影片見。